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那我可以坦白说，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让我们身障者呢，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生活的管道，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大家好，今天跟各位介绍如何用 LINE 去解析读图片哦。我们之前教 LINE 的时候都是说 LINE 用文字的对话，文字的模型，它没有办法去看图。那现在可不可以让它看图？其实也是可以，只是步骤比较繁琐。那有一个购买我会员的朋友呢，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名片资料库，就是把名片传上去，它就自动建立资料库。那我一样用 LINE 下去实作，把名片传给他呢，他会叫 AI， 然后把资料呢对应到这个资料库的专属栏位这样。那我们一样用 Google 的 Excel 下去做哈，你可以在 Google 这里建立这个新的试算表哈，然后名称你自己打，然后我就打名片资料库，然后叫他把从名片得到的资讯呢填入相对应的栏位。那我直接实做一次给各位看了。好，程式正在执行中。他也有去跑这个 MCP 了，我们来看看。有，他把这个名片的资讯都已经填进来了，而且没有问题哦。公司名称、联络人、地址、公司电话、公司类别都没有错哈。那我们再来测试下一张看看。一个是直视的，一个是横视的。好，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我们看看。没有问题哦，公司名称、姓名、联络电话、地址这些都没有错哈。那我们来再测试一张。好，我们再来测试第3张图片了，这是第3张的名片。好，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哈，资料库也有了哈。那这3张图片，我为什么挑这3张当范例呢？来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直视，这是横视，这都是正常的名片，可以判断没有问题。那第3张呢，哪里不一样？它没有个人联络电话。那我程式有设定，就是没有个人联络电话，就拿公司电话填过去。如果它少了一笔资料呢，是会有 bug 的哈。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改的，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说怎么改。这样，那反正我是把这个 bug 给修复了，这样。那要用这个程式呢，不只是建立名片资料库啊，你也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跟他要资讯，比方说呢，我现在跟他说哈，给我名片资料库相邻原意资料。我们来看它程式怎么执行啊？有没有？它是有的哈，它这个资料库都有。它是怎么执行呢？就是说它会去判断你的讯息。当你的讯息呢是文字，它就会走上面这一条路；那如果你的讯息呢是图片，它就走下面这一条路。那上面这一条路呢，就是
对话型的处理，下面这条路呢就是图片的处理。那我们一样串接 MCP， 就是这个 Google 的 Excel 表，然后他自己呢就会去找这个你所要的资料，这样。那你不是只有公司名称可以找，你这个联络人你也一样可以问问看。来，我们再问问看了哈。好，我现在问联络人哦，看他会不会有。有没有都是有的哈，没有问题哈。那我们来看它程式的这个是怎么跑的。一样哦，它也是跑文字这边，然后它都会去找这个 MCP 的串接接口，去执行的相关的动作，这样。有没有？那我这个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哦，这支程式呢，我们除了以往的那些功能以外呢，我们要再加 Google Sheets 的这个 MPC 接口。那一样哦，你如果要用 Google Sheets， 你就是要搭配这个 Google 的 API 开发者平台。那这个怎么用呢？大家自己去看第2集，有教各位怎么用哦。那你如果要用 LINE 的话，一样自己去看第7集。第7集有教各位怎么去用这个 LINE 哈，LINE 的 API。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用这支程式，就是你主要就是要有 Google 的 API 跟 LINE 的 API， 这样才可以去使用。这样不会用的，请去看这两集哈，这样。那还有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MCP Google Sheets， 它是有很多功能的。我们来看 Google Sheets。然后这个 Google Sheets 节点呢，它是有非常多的功能，有加入、清理、删除哈。那我在这里呢，只用了这个加入跟读取的功能，这样我只用加入跟读取的功能。那要注意的就是说，你要什么功能，你就要多串一个节点。那你如果要删除功能，你就要再串一个节点，这样。那我们这个有兴趣的，你自己再去玩了。那我们现在呢，如果把这个 API 接进来之后呢，你去看 From List， 你就可以读到你下面有哪一些 Excel 这样 Excel 的 Document、Excel 文件，那你就可以选你要的 Excel 文件。那这个工作表呢，就是你要用哪一页的意思，这样，这里一页，这里一页，你自己看你要用哪一页，这样。那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属性栏位啊，这样，你必须呢知道你这里要去填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比较困难了。首先呢，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我一步一步带各位做哈。我们先把这个 Webhook 呢，这个改成 Test， 我们用 Test。一步一步带各位看一次怎么做，然后这里先改一下，改成 test。好，我们先看一下，我先看一下，给各位看刚刚的文字讯息。刚刚的文字讯息呢，它读到之后呢，这里是 test 有没有？然后呢 ，if 这里节点呢，会去判断，如果这个 test 这个文字呢是存在的 ，message test 是存在的话呢，那它就跑上面处理。然后这个处理我们都之前一集都有教过了，这里就不教了。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当这个不是文字的话呢，我们来看哦。我先用 listen。好，我们来看哦，它现在进来的 type image， 有没有看到？就不是文字哦，那它就会走。我们继续跑，来，我们现在按执行，执行。好，大家走第二条线，这是 true， 然后走 false 这一条线，就走这条线，有没有？好，走这条线进来呢，重要的来了，我们要如何去抓 line 的图片？那我们一样在这个 line 的文件这里呢，一样这一串是一样的，就是把它复制贴过来，贴在前面。但是贴在前面的时候呢，这里要改一下，这里只有 API， 有没有看到？那我们要改什么 ？API dash data 这样。那后面这里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image 这个，我们把这个 message ID 给拉过来，拉到这边，这样，大家就是这样把它拉过来，就是你现在这一则讯息的 ID 就对了，这样，然后后面再斜线 content 内容，这样它才可以抓这则讯息的图片。那我们这里呢 ，send header 呢，一样，我们就是用授权，这里，它有说授权，然后bear你的 API key， 这样。那下面这个 JSON， 我们还要用这个 send body， 就是资料的传输内容就对了。我们要用这样 content type 跟这个 application JSON， 就是照它的写法，这样。资料传输的这个写法，这样。那这里都写好之后呢，我们再来按执行，有没有？它就抓到这个图片的二进制档案了。好，那它这个图片二进制档案抓到之后呢，我再用一个简易的 LLM， 就是这一个，这也是简易的 LLM 节点。名称我都没有改哦，大家都可以照着打，名称我都没有改。然后我跟他说呢，请描述这个图片中的文字，描述图片中的文字。然后 system 呢，我也是跟他说，你是一位名片专家，解释图片中的资讯。那我们主要的就是说呢，这个 type 的 user ID 呢，我们就是用 user 这样，因为我们传照片嘛。那 message type 是 image， 因为我们这是照片。然后 data 就是这个 data， 然后 image 的 detail 它自己处理，用 auto 它自己处理。那我们再用执行。好，有没有？他自己呢，就是去解析这张图了，这就是它的输出。那一样，我们就是用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那解析之后呢，我现在要做什么呢？它这是一长串文字，那我要对应到相对应的属性栏位啊，对不对？那我就在这里呢，我把它打勾。这个本来是关的哦，注意我是打勾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好，我们来看这个 output parser， 就是 output 的解析设定啊，解析器设定。我呢叫它就是把刚刚的文字呢自己去判断输出这一些属性栏位，这样，我叫它去判断这一些属性栏位。叫他去输出这样，那我再跟他说呢，如果他这个名片没有个人电话的呢，可以留公司电话这样。那其实有时候他不会留公司电话，有时候他是用空字串，
那没有关系，也是可以，反正他都没有个人电话。那我们来执行看看。好，可以看到哦，他已经有执行了哈。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果，有没有？这是它的输出结果。公司名称、姓名、电话、地址、公司电话这些都有了哈。然后呢，你再把这些相对应的参数呢拉到对应的栏位，就是这样把它拉过来，这样哈，你把它拉过来。那拉过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是要让你去比对，你把这一串东西，注意是这一串哦 ，copy 哈。然后你就贴到这个 from AI 前面这里，这样你自己看你自己的设定是什么呢？我自己的因为是公司名称，我就把它 copy 贴过来。那联络人就是 name 一样哦 ，copy 之后把它贴过来，这样哦。那这个是 phone 一样，你就是这样不停的这样把它 copy 之后贴过来，这样，然后它就会读到相对应的资料，然后就会写入到你的这个名片资料库。那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好，我们来看有没有写进去啊？有，没有错，的确是写进去了哈。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那写完之后呢，他自己呢就会再去回复你。他自己就会再去回复你，有没有？这样，这个就是这个名片资料库的用法，非常好用哈。以上就是呢我这个影片的讲解，我已经一步一步的带各位去做一次，去了解它的实际运作的状况了。这样，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呢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各位。